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九十算，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 ESDF 模组 2.5.1 版本的更新内容。首先是与卓越前线模组的兼容，使用最新版 0.8.7.1 以上版本的卓越前线，我们就可以兼容第一人称类型的动画。第三人称的动画。其次，如果将枪械放置在副手，那么在背上会渲染相应的枪械；如果是手枪类的武器，那么是在腰部显示相应的枪械。因为卓越前线有对应的投掷物，我们也增加了投掷物动画的一个兼容。卓越前线模组还增加了刺雷，自然也有对应的刺雷动画，比如左键使用，或者是右键冲刺的功能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些有意思的玩具。接下来是机械动力的一个兼容，机械动力在 6.0 版本增加了一个锁链物流，可以把玩家挂上去，我们也自然做了一个动画兼容。接下来是跑酷模组的一个兼容，跑酷模组在之前的版本中会存在一些 bug， 我们现在是兼容了最新版的跑酷，并且新版跑酷也增加了类似的悬念功能，我们也自然的添加了对应的动画，和机械动力用的是一个动画。接下来是 Fabric 下的兼容， Fabric 目前也是有了车丸女仆 TZZ 和拔刀剑，我们都对它添加了兼容。同时呢，在 1.2.1 的 Neo4 上也有社区版的 TACZ， 我们也添加了兼容。接下来是对 JADE 和 TOP 这样的模组的兼容。现在我们再看一下对应的玩家时，会显示这个玩家所使用的 YSM 的模型。接下来是默认模型的一些更新。现在我们在模型切换界面就能够看到两个分栏，一个杂项模型放着一些杂乱的模型，还有九湖与小伙伴模型，增加了相当数量的九湖模型，同时还有海罗罗、纸板和斯坦博。这里顺便说一句，因为有很多人特别喜欢使用九湖来制作二创作品，所以我们直接以 CC BY NCSA 4.0 协议将相关的原文件进行了一个开源。在仓库里我们还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九湖人设的一个由来，最主要是通过 AI 设定关键词生成的一个人设，也算是一个 AI 生命体了吧。同时呢，还展示了一些优秀的二创作品，使用方式的说明，人物的一些简单设定和作者署名相关的内容。这里呢还提供了一些其他人制作的表情包，还有九湖小汽车和九湖摩托车模型。首先是新增加的宇航湖模型，这也是一个比较早的模型呢，有对应的一些动画。然后是功夫九湖模型，这也是哥斯拉做的一个模型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拥有好几种换装的皮肤当然还有关公湖。接下来是车丸女仆万法皆通模组的作者西海做的魔女九湖，它也是有很多个不同的皮肤可以切换。在穿戴上头盔以后，会有一个帽子，手上持有弓，会有一个魔法杖，在使用弓箭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魔法阵的效果。接下来是哥斯拉做的自设斯塔博，这个模型的话功能非常的多，动画也非常的丰富。还有之前车丸女仆里面也使用过的新春海罗罗模型，还有车丸女仆里面也使用过的新春纸板大王模型。还有圣启司做的电源九湖模型。默认控制器模型也增加了许多海螺制作的可供参考的控制器动画。下个更新的内容是投掷物模型替换和7x10体的模型替换。只要是玩家投掷出的投掷物
或者玩家启程的实体，无论来自于哪一个模组，现在都可以替换模型并添加相应的动画。我们为默认模型添加了一些替换，比如说鱼钩、烟花、三叉戟，注意头日出的不一样。船的启程，箱子船的启程。如果将模型切换为默认9户模型，那么可以将船替换为摩托艇，将马替换为9叔专属的小车车。当然，一些其他人做的模型也有类似的功能，比如硬白做的艾雅法拉模型，就可以将羊驼换成这个。接下来是第一人称动画，现在第一人称也可以添加对应的动画了，这在做变身功能的时候非常的有用。一些人做的其他的模型也添加了类似的功能，比如硬白制作的铃兰模型，现在第一人称可以正常的切换模型了。接下来就是模型分包功能和封面制作。现在模型的话，可以设定一个前景图和背景图，还可以将多个模型放进一个文件夹里，给文件夹设定名称和封面。文件夹可以继续套文件夹，最多可以套8层。接下来我们介绍的一些优化相关的内容，首先就是服务端的优化。在过去我们收到了安装了500个模型、1000个模型乃至2000个模型的服务主的反馈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将模型的同步由全量同步修改为实时同步。你收到了几个模型，就会加载几个模型，而不像原来一样，收到了全部的模型才会进行加载。接着是加载机制，修改为懒加载机制，也就是你在游戏内看到对应的模型，才会加载对应的模型，这样子可以节省玩家的内存。接着是服务端模型在分发时修改了拥塞算法，现在呢会考虑每一个玩家的带宽，按最低限度进行一个发送，不会影响玩家的正常游玩，也避免了玩家刚进服务会掉线的问题。其次，我们采用了更高级的压缩算法，现在将模型整体压缩了20%。虽然这样会导致模型加载时间变长，但是无论在性能体验还是带宽的使用上都大大的减少了，这是一个典型的时间换空间的策略。接下来是模型搜索功能的增强，在安装了500、1000乃至2000个模型以后，玩家想要找到自己的模型非常的困难。我们修改了过去模型检索的机制，现在可以检索模型的名称、简介、作者和文件夹的名称。同时还增加了2个特殊功能，使用 add 开头可以按作者进行一个检索，使用仅开头可以仅按文件夹进行检索。同时我们对模型还做了多语言支持，在你切换为英文时，对应拥有语言文件的模型也会变成英文，这样非常有利于国外玩家的游玩体验。前提是模型作者要自己加语言文件。关于模型还有一些小细节，我们在指向对应的模型选择时按下 Shift 键，可以显示文件的 ID， 也就是下面的文件那一段字和对应的哈希值。我们还可以勾选左上角的优先显示模型 ID， 此时它会优先按照文件名进行一个显示。现在玩家在不支持的平台上使用 YSM 不会再导致游戏崩溃了，而是正常的运行，但无法使用 YSM 的相关功能。接下来是一些 bug 的修正，在过去经常有玩家进服材质变黑的问题，现在已经修正了，或者玩家进服误报 YSM 版本不匹配的问题，现在也修正了。还有按键匹配相关的问题，在过去我们无法使用组合键，现在可以正常的使用组合键了。还有服务器可能会偶发的无法正常关闭的问题，也进行了修正。接下来我们介绍的内容是面向模型作者美术方面的内容。首先是多个模型可以捆绑发布了，现在你可以将多个模型打包成 ZIP 格式进行捆绑发布，但前提是你这里必须要塞上对应的模型包描述文件和封面。接着是控制器的一个拓展，在过去只有玩家本体可以使用控制器，现在投掷物、第一人称动画、启程的载具都是支持控制器的控制。接下来是过去有一个动画播放类型停留在最后一帧有问题，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停留，现在这个问题也修正了，可以正常的播放。
所以这会导致很多玩家在使用手部动画时产生一些问题，请美术作者进行修正。接下来是自定义函数的功能。在过去，很多美术在制作动画的过程中会写大量的波浪，现在我们可以将这些波浪打包成一个单独的文件，在动画中方便的进行一个调用。这里 Wiki 也有详细的介绍。在过去，有一些动画在服务器上是没有办法同步的，比如说飞行、药水效果、经验和生命值，现在它们都可以正常的同步了。你看到的和其他玩家看到的都是一样的效果。接着是 ROM 变量的一个增强，现在载具第一人称都可以使用玩家本体的 ROM 变量，这样子可以做一些同步功能。同时，不同的模型在切换时，先前的 ROM 变量会进行保留，在你切换回来的时候仍然可以正常使用。在玩家死亡以后重新复活， ROM 变量可以进行恢复。新版本增加了更多波浪，同时修正了很多旧版本的性能问题，性能会变得更好。接着是一些重要的波浪增加，比如鼠标和键盘按键检测的波浪，只有玩家客户端侧能够看到。音频播放的波浪可以主动的播放一个音频，主动的打断它，必须要设定一个 ID。 现在还可以通过波浪直接写出脚本形态的动画控制器，这里我们有一个 Kilo 的模型，可以供大家进行参考。最后是2个已知问题，需要等待女仆模组后续的更新进行修复。一个是女仆 ROM 变量没有办法保存的问题，还有女仆雕像动画目前是没有办法正常播放的，我们在后续会逐步的进行解决。那么这就是本次 YSM 2.5.1 版本的更新内容，我们期待着模组的未来能有更好的发展。